嗨，大家好，我是拳头，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决定要跟一个人结婚。没错，这个标题不是骗人的，不是骗你们点进来的一个教育标题，这是真的。就是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已经已婚的身份。虽然看似我又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但是你没有听错，就是我真的已经结婚了。因为我不像是一个会想要结婚的人，我不知道。我散发出这种感觉吗？我的朋友说的，但是又觉得说我闪婚也不意外。本来做事就是这样，敢做敢冲啊，想做就去做，什么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觉得结婚就是勇敢就可以做的决定，结婚真的是一个人生中需要你经过深思熟虑，确定要跟这个人结婚才结的。毕竟没有人结婚是为了想要离婚嘛，对啊，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想要以一个比较轻松日常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我现在的心情，还有这段时间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为什么决定要跟一个人结婚。那自己心中有列出了一些很关键的决定因素，但我不希望你把这些当做你要不要跟一个人结婚的判断标准，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在我有结婚这个想法之前，我从来都不觉得结婚是一个人生的必修课题，我觉得它只是人生其中一个选项而已。有很好，那没有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好好的，不用去强求。我没有规定说我几岁之前一定要结婚啊，几岁一定要生小孩，完全没有。我只有计划自己想要打工度假到几岁而已。但没想到我就是来了一趟爱尔兰之后，就遇到了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想跟他结婚，然后就真的结婚了。我觉得大家一定也会很好奇，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件事情的，跟经过了什么样的思考跟判断才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想要记录下来，并且分享给大家，我为什么决定跟一个人结婚。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然你要喜欢这个人，因为你一定要是喜欢才会跟他在一起嘛。但是男朋友的标准可以是喜欢就好，变成老公可能只有喜欢还不够。对，那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喜欢这个人，而且可以一直想象和他继续在一起，在一起到很久以后的样子。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我会觉得我好像可以不用再去认识其他异性，因为我觉得眼前这个人就很好了，而且想要一直跟他继续维持跟经营这段关系。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我想跟他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再想说会不会遇到更好的人，或是遇不到更好的人，都不会这样想。我就是想要眼前的这个人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关系是我觉得很平等的，在以前的其他经验当中啊，不管是自己或是对方，都有遇过那种其中一方比较卑微或是居弱势的状况。但我觉得那种长期下来看，对一段关系都是不太好的。对，那现在我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我跟他都是非常平等的。我们在关系里的地位没有谁因为可能能力比较强，或是谁赚的比较多，讲话的话语权就比较大，没有。我们在相处上是，我觉得那感受上是很平等的，两个人都很愿意沟通，为了彼此做一些调整，不会有一方会一直委曲求全的一直道歉，然后另一方变得很飞扬跋扈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这段关系里面获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接下来第二个，我觉得想跟一个人结婚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有比一个人过得还要好。我觉得现代的女生其实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蛮多女生都会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去旅行啊，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丰富、很满足，一个人也可以很开心。所以，当另外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如果你们两个人一起的生活没有过得比一个人还要好的时候，那我就觉得没有在一起的意义。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如果不开心大于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段关系想要结束的时候了。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就一直很怕我不开心。但是说这个怕不开心，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不开心的时候，而是开心大于不开心。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要步入家庭、步入婚姻的时候，没有比你一个人过得好的时候，那你自己心里也有一点点抗拒的时候，那我觉得就不要结婚。我之前单身的时候也会想象说，我现在一个人就是养活自己就好了，自己赚的钱都可以自己花，
那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考量到另外一个人的未来，或是做决定的时候不需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就好。但是结婚后不一样，你可能要把时间、心力、金钱都花费在这个家庭身上，你会变得比较没有了自己，因为就决定跟对方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没有让你觉得比自己一个人过得还要好，你就要想一下，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个婚姻。那我现在自己是觉得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势必是会少了某些我一个人的时候的自由，但也会多了很多两个人生活的多彩多姿，不管是生活上或是心灵的富足方面，都可以比我一个人过得还要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我想要结婚的人呢？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简单一句话就可以回答完的问题，因为真的有太多原因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跟这个人的心灵契合的程度吧。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想要生小孩，或者觉得年纪到了，然后刚好这个人出现，然后也没有说太差，所以就结婚。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构成要结婚的原因。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对这个人很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跟他一起面对未来所有的大小的事情。你不需要说服自己，就是这个人可能可以，而是你已经本来全然的相信这个人就是可以跟你一起携手面对，一起去解决各种问题的人。有这样的信任，你们彼此互相相信着，我觉得这才是很所谓的对的人。因为我相信他是那个理解我的过去，并且体谅我的现在，而且全心全意的想要跟我一起创造未来的那个人。我在想着未来很多事情的时候，只要想到我身旁的是他，一起面对的是他，我就觉得很安心。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信任让我决定可以走入婚姻，因为你会知道有一个人一直支持着你，在你身边，陪你度过你一个人比较不敢面对的问题，不管是原生家庭，或是你过去一些其他的伤痕，这个人是全然的接受你、接纳你，并且会陪伴你，和你一起面对。我觉得这样的感受是很疗愈的，也给我足够的信心，让我愿意相信这个人，因为你也知道他是这么相信着你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互相的，一个人爱不爱你，你真的自己最清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尊重你，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我觉得你用心感受，其实真的都会知道。所以我才会想到这些点，就觉得我可以和他结婚，然后也是我愿意的。再来，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结婚了就是要定下来。那我一个这么爱旅游，然后觉得世界这么大，需要不断的去探索追寻的人，怎么会愿意就定下来结婚呢？其实我觉得跟他结婚，他让我知道结婚后我还可以是我自己，他鼓励我、支持我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跟他结婚之后我就要放弃一部分的我自己，因为我知道他还是会看我做我开心的事情，像是拍 YouTube 啊，或者是到处旅游什么的。对，他还是会很支持我，不会因为结婚了然后就要放弃这些。我并没有被绑住，或是就必须要牺牲掉一部分的我。没有，他没有给我这种感觉，他还是支持我想做的任何事情，所以我不会有那种踏入婚姻的恐惧。他不会逼我放弃所有我想要去做的事情。那讲到这边就可以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就是没错，我现在人还在爱尔兰，我已经放弃我的纽西兰打工度假的签证了。你刚才才说他不会让你放弃任何你想做的事嘛？没错，因为放弃纽西兰其实是我自己的决定。就是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没多久，然后他就回台湾过年了。然后我们就经历了一段远距离的时间，然后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在想说，我6月要不要去纽西兰这件事。我本来在想，就来爱尔兰半年嘛，然后6月就去纽西兰。因为起初我想要开始打工度假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世界这么大，我想要找到一个我以后想要长期生活下来的地方。我很确定我自己不想要生活在台湾，但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才会以打工度假的方式。到世界各地看看，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之后要常住下来，所以才开始了我打工度假的旅程。来到爱尔兰之后，就跟他在一起了嘛，然后我也没料到，就是来个爱尔兰就会遇到一个人，然后想跟他在一起，然后想跟他结婚，就到现在这样。好，话说回来，就是
在我们远距离的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想，我到底要不要去纽西兰打工度假？因为如果我要去的话，我们势必就要经历远距离。然后我就想到了我开始打工度假的初衷，就是我想找到一个，我想要长期待下来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喜欢他，为什么我不跟他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我想要的不是那种新鲜感或是探索未知的感觉，而是我已经找到我最想要待下来的地方，就是有他的地方，所以我才开始想说，那我有没有必要去纽西兰打工度假？我比较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要再到自己一个人到陌生的地方，然后可能会又认识新的人。我刚才前面说了嘛，就是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没有那么想要再去认识其他异性，因为我觉得眼前的他就已经够好了，而且有限的时间就只想跟这个人相处，未来无数的时间里，我也只想跟这个人一起挥霍，所以我就决定我不想去纽西兰了。所以如果你要说我是为了他不去纽西兰的，也是，但同时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是因为是我想这么做的，他没有逼我，他甚至还很支持我，因为他知道我想去。对，所以是因为这样，我才现在人还在爱尔兰，然后在拍这部有点毫无头绪的影片，对吧？因为太多话想说，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子。所以以上这些点呢，就是我想到我为什么会决定要跟一个人结婚的这些原因。如果要长话短说，简单归因于一句话的话，那应该就是因为爱这个人，想跟他在一起，所以决定结婚吧，和他共组一个家庭，那样的归属感跟安定感是比男女朋友还要再更深层的一种连结。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为什么决定跟一个人结婚的影片，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原因是你也很认同的呢？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只有你会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相信自己的感觉，并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了。希望这部影片就是也给我日后自己提醒自己，因为大家不是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我以前其实就对这句话认同嘛，就是觉得就是这样子没错。但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另一半是爱人也是家人，家人是最后必定会变成的模样。然而家人这个存在就是非常紧密可靠的，而且我觉得伴侣是你人生中唯一一次可以选择自己家人的机会。对，所以我现在不会觉得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有爱，所以我们会组成家庭。所以在这样的婚姻里面，虽然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些平淡的日常来冲淡，爱情里的激情，不过相信这个人可以 support 你的人，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和你一起面对的那个人。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